你回来啦！各位朋友，欢迎再次来到修心天道。我是元福，一位70多岁的老僧人，经历了人生种种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心智的牢笼，解开心灵的枷锁，成就幸福的人生。让我们一起在身心灵全面成长的道路上前行。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：口德与命运。古语有云，人受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，嘴巴有富贵，福报自然来。人的一生因果循环，辗转相续，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。都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很多人默做坏事，却还是命运坎坷。究其原因，大多是自己的嘴损了福报。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吧。什么是口德？口德就是说话的道德，不出口伤人，运势就会好。所以千万不要在无意间因说话漏掉自己的福气。人世间的快乐、富贵、长寿，这些福报都是由德而生。很多人埋怨情感不好，财运欠佳，最后分析结果的原因往往出乎意料，大多数人都是因犯了口业二字。嘴巴容易伤人于无形，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因果报应绕一圈还会回到自己身上。生活中有些人出口就是咒人的话，这些都是损福最快的行为。舌未伤人刃，口未祸福门。嘴上修德，常言善语，才能留住吉祥。说话的力量。曾国藩有位弟弟叫曾国华，此人天赋异禀，亲朋好友都认为他前途无量。然而他有一个缺点，口无遮拦，这一点也是最折福报的。生活中稍有不顺，他就指天骂地。虽然曾国华天分极高，文笔很好，也正因如此，他觉得不同凡人，身边的人慢慢都疏远他，不愿与他交友。曾国藩也曾多次告诫弟弟，嘴巴要留德，遇到逆缘更不要怨天尤人。他不听劝告，后来在安徽三河镇的战役中惨败，被陈玉成等人包围，落得死无全尸的悲惨下场。言语的影响。死分率中记载了一个故事。古时候有一位养牛的富商，他养的一头牛很健壮，但有个缺憾，缺个牛角。有一次城内举行赛牛大赛，富商带着独角牛去参加比赛。比赛开始，富商大喊：我的牛特殊，独角牛定能赢。牛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嘲笑，就输了比赛。富商问他，你为何要故意输掉？我对你很好啊。牛很委屈，回答说，主人在人前侮辱我的丑相。富商顿然醒悟，以后每次参加比赛，他都会喊，我的牛最棒，最有力气。牛听后充满斗志，每次都能赢得比赛。语言的力量。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。你如何说话，你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。当你会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，而你也会越来越有福气。可若是你不会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原有的福气会离你越来越远，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。你的嘴就是你的生活。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幸福，全在于我们自己。当我们会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好好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开心的。他们开心的时候，这种开心会传递给我们，我们也会开心。一旦我们开心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。老家有一个亲戚说话的时候，从来都不在乎他人的感受，每一次在家里说话，不是诋毁他人，就是贬低他人，或者是嘲讽他人。特别是和丈夫说话的时候，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丈夫对她很不满，对她一点都不好，
甚至两人之间不是吵架就是吵架。原本很好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。当你不懂得好好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嫌弃你，越来越排斥你，而你的生活中没有幸福可言。可若是你懂得好好说话，对方会觉得很舒服，对方舒服的时候，这种舒服也会影响你，你的生活也会慢慢变得幸福起来。二，你的嘴就是你的工作。有人说，在工作中混得好的往往是那些会说话的人。也许这些人中有的人能力一般，却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这些人和身边的很多人能力一样，却脱颖而出。而这些人能够混得好，能够脱颖而出，全在于他们的嘴，因为他们会说话，他们懂得如何去说话。其实在工作中是需要会说话的。当你和同事之间需要工作配合的时候，你如何说话很重要。当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，你如何说话更重要。倘若你能够好好说话，你说的话让人听着舒服自在，那么在工作中愿意和你合作的伙伴很多，欣赏你的领导更多。可若是你说出来的话是尖锐的，让人觉得不舒服，这种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和你合作，没有一个领导会赏识你，即便你的能力很好，即便你很优秀。三，你的嘴就是你的财富。有一个朋友，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收入一样，可是这2年他突然之间收入特别好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。面对这样的转变，我们很震惊。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的这张嘴。他说有一次遇见了一个朋友，对方在和自己聊天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说话让人很舒服，也很认可自己，从而在做生意的时候带着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跟着对方赚了很多钱，条件也越来越好了。语言是一种无形中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。有时候我们努力去做很多事情，却发现没有那些会说话的人效果更好。有时候我们不管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，甚至也没有人愿意带着我们。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，我们说不出更好听的话，让人更舒服的话。所以别人看不到我们的好处，别人无法认识我们，也不愿意带着我们一起去做。但若是我们会说话，我们能够说出让人觉得开心舒服的话，那么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四，你的嘴里藏着你一生的福报。一个人会说话的时候，能够左右逢源，赢得他人的肯定和帮助。但若是一个人不会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原本喜欢他的人也会和他渐行渐远。话语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很重要。人与人之间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他的言语，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他的人品。会说话的人可以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，更能受到别人的欢迎。朱元璋从平民当上皇帝后，很多之前的亲朋好友都来投靠他。有一天，自称是他儿时发小的人入朝见他，发小见到他后，毕恭毕敬地对他说：“我主万岁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泸州府，打破灌州城，汤元帅在逃，拿住窦将军，红孩子当兵，多亏蔡将军。”朱元璋听完他的这番话，想起了儿时的玩闹的场景，心里非常高兴，重重地封赏了这位老朋友。消息传出去后，当年的另一个发小也去见他。那人见到朱元璋便大声说道：“朱重八，你可还记得我？当时我们帮人放牛，有一次我们把偷来的豆子煮来吃，还没熟，大家就抢着吃，结果罐子破了，豆子全洒了。你就从地上抓豆子吃，结果一根红草根卡在喉咙里，还是我叫你吃青菜，才把那红草根带进肚子里。”发小当住文武百官的面，
边说边用手描述，让朱元璋又气又恼，最后命人将他带下去打了一毒。对同一件事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，也让两人的结果各不相同。5. 改变命运的方法。1. 言由心生。如果嘴巴一直讲不好的话，说别人是非，以及说一些诅咒的话，这样损福报很快。不仅是说是非，哪怕说我们长辈的不好的话，这也是损福报。有些女人很喜欢抱怨丈夫，说丈夫这不好那也不好，吵起架来连对方父母、祖宗8辈都敢骂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这样造口业是很严重的，家境只会越来越穷，因为福报都被你骂光了。言由心生，口业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内心状态。当我们的心中充满怨恨、嫉妒、悭贪、怨天尤人时，我们的言语自然也会表现出来，这些负面的言语会迅速消耗我们的福报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心中充满慈悲、感恩、善念，言语自然柔和，这样我们的福报也会随之增长。因此，修炼口德的第一步是修炼内心，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。2. 嘴巴要留德，不要尖酸刻薄，这样子就能留住福报。为什么嘴巴能损福报呢？要知道，福报是缘起法，是因缘和合的，也是一种能量场的体现。比如，你去寺院做义工，你扫地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，还是擦桌子的动作给你带来福报？都不是的，是心念给你带来福报。我们发出利益众生的心去扫地、整理卫生，和众生结欢喜缘，怨天尤人，损福就很快。那损掉福报的，也是用心去损的。心中趋向自私，趋向抱怨，趋向嫉妒、悭贪、浪费，这时就损掉福报了。福报也是用心，然后配合行动来损的。3. 嘴巴要说好话，心要存好心。佛经说，佛说话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，使法界的众生听了佛讲话都很欢喜，都被佛的语言所摄受。这也是佛累世修行嘴巴说爱语的原因。嘴巴要说好话，心存好心，那像宇宙就会发射出好的磁场，得到的也是好的回报。什么叫做好心？首先要知足和感恩。知足是一种成就相，一个人越修行，一定要越自足，对外在任何环境都很知足感恩，这才代表有进步。4. 言语就是风水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属于自己的风水的，守好了自己的风水，就能够为自己带来相应的福报。而一个人的嘴就是最好的风水，你是什么样的嘴，就是什么样的命。一般人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，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，从他有没有口德就看得出来。所以口业很重要。人一辈子缺德事不会天天做，但是缺德的话、难听的话、不正经的话可能会天天说。日积月累，福报都从这张嘴里跑光了。所以说话没口德的人，这辈子也是坎坎坷坷很凄凉的。6. 总结，口德对任何人都是这样，许多福报都是通过嘴巴给损了。有的人说，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呀，要知道这个口业不好，损福报是很厉害的。古人讲言由心生，如果嘴巴一直讲不好的话，说别人是非，以及说一些诅咒的话，这样子损福报很快。不仅是说是非，哪怕说我们长辈的不好的话，这也是损福报。有些女人很喜欢抱怨丈夫，说丈夫这不好那也不好，吵起架来连对方父母、祖宗8辈都敢骂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这样造口业是很严重的，这样家境只会越来越穷，因为福报都被你骂光了。
所以这个口业观一定要注意，嘴巴要说好话，心要存好心。正如蔡康永所言，你越会说话，别人就越快乐，别人越快乐就会越喜欢你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，你会越快乐。当我们越来越会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开心，他们开心了之后也愿意去帮助你。说话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门功夫。说话看似简单，但要真正掌握其中的精髓，却需要不断的修炼和反思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说话能力和口德。一、学会沉默。有时候，沉默是一种智慧。当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或者感觉自己可能会说出不合适的话时，选择沉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沉默并不意味着懦弱，而是代表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智慧。二、用心倾听。说话不仅仅是发声，更重要的是用心去倾听别人的话语。当我们用心去倾听，了解别人的需求和感受时，我们的言语才会真正有力量，才能真正达到沟通的效果。三、赞美和感谢。学会赞美和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。赞美和感谢不仅能增进人际关系，还能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。当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感谢别人时，我们的言语会变得更加有力量，更加有感染力。四、控制情绪。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说出伤人的话，因此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让情绪主导我们的言语。当我们能够冷静地面对问题，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时，我们的言语才会真正有力量。五、学习和反思。不断学习和反思是提升我们说话能力和口德的关键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观察来学习如何更好地说话，并通过反思来改进我们的言语和行为。学习经典的言语艺术作品，观察那些擅长沟通的人如何说话，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说话能力。六、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时机。说话的场合和时机也非常重要。即使是同一句话，在不同的情境下说出来，效果也会截然不同。我们需要学会观察和把握场合与时机，选择最适合的时机，说出最合适的话，才能达到最佳的沟通效果。七、尊重他人。尊重是沟通的基础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尊重的心，尊重他人的感受，尊重他人的意见，这样我们的言语才会被人接受，沟通才会顺畅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家庭里，夫妻之间因为说话不当而发生争吵。其实，很多时候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么严重，而是因为言语上的不合适，让对方感到不被尊重、不被理解，从而引发矛盾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说话之前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，多用一些柔和的语气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，很多矛盾都能够迎刃而解。八、慈悲心与爱语。佛教中讲究慈悲心和爱语。爱语是指说话要温柔、和善，能够给人带来安慰和欢乐。当我们能够以慈悲心来对待他人，说话自然也会充满爱和善意。这样的言语不仅能够沟通心灵，还能够带来福报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一个人的言语可以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。当我们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，我们的言语自然也会充满正能量。这样的言语不仅能够让我们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还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。九、自我反省与修正。在日常生活中，
我们难免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学会自我反省与修正，反省自己的言语，找到其中的不当之处，并加以改正，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口德和说话能力。当我们犯错时，不要害怕承认和道歉，与其固执己见，不如大方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这样反而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。每一次的反省与修正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时用心培养善缘，说话要留德，这也是培养善缘的重要方式。善缘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。用心培养善缘，说话时多用善言善语，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顺利，福报也会越来越多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讲述了一位企业家如何通过培养善缘而改变命运。这位企业家年轻时经历了不少挫折，但他始终坚持用心对待每一个人，说话时总是温和有礼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多年后，当他创业遇到困难时，许多曾经被他帮助过的人都主动伸出援手，让他的事业重获新生。11. 修行与口德。在佛教中，修行不仅仅是打坐、诵经，更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言行举止。口德作为修行的一部分，需要我们在言语上保持清净和善良，不造口业，这也是修行的重要内容。修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修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考验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最终一定能够提升自己的修行水平，积累更多的福报。12. 人生的智慧。说话是一门人生的智慧。智慧的人懂得如何用言语来表达爱、理解和包容。智慧的人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，懂得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和鼓励。智慧的人懂得用言语来化解矛盾，促进和谐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言语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。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善用这个桥梁，让它成为我们人生的助力，而不是阻碍。当我们能够掌握这门智慧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我们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。13. 生活中的实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践来提升我们的口德和说话能力。例如，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反思自己一天的言语行为，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，并制定改进计划。我们还可以参加一些沟通技巧的培训课程，学习更多的沟通技巧和方法。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一些名人的传记，学习他们如何在困境中通过言语来化解矛盾，如何用言语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。这些实践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口德和说话能力。14. 积累福报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积累福报是非常重要的。福报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的行为，更来自于我们的言语。当我们能够保持口德，用善言善语来对待他人，我们的福报会不断积累，我们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。福报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能够帮助我们在困境中得到他人的帮助，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顺利。当我们积累了足够的福报，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。15. 心灵的提升。修炼口德不仅仅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，更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心灵。当我们能够用心去对待每一个人，用善言善语来对待他人，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纯净和美好。心灵的提升
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。当我们的心灵达到一定的高度，我们就能够超越世俗的束缚，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。这也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。结语：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祝福大家身心安康，福报绵延。透过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口德，从言语上修炼自己，积累福报，改变命运。让我们一起在这条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共同成就一个更加幸福和美好的人生。感谢大家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。